比特币什么时候会再暴涨？去年2022年2万下方的比特币，带家人们一起重仓抄底比特币到现在，利润目前是还可以。不过下一步也是在计划比特币什么时候疯狂牛市的位置，我们能不能去开一笔100倍期货做多的多单，到时候赚得更加疯狂。那今天视频利用比特币2周的这个高斯通道线来跟家人们聊一下，像这种点位我们要怎么来判断，这种利润我们要怎么去赚啊？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高斯通道线，事实是摆在面前哦。历史上这一条2周的高斯通道线，一般很长的时间都是泛绿的结构，很少有看到它泛红的这个高斯通道线。2015年的结构是有放过一次红色的通道，那现在是2022年或者是2023年也是放了一个红色的通道。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一些知识点啊，比如说2015年它也是首次高斯通道线放这一个红色的通道，底部就是底部。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一次2022年或者是2023年也是高斯通道放红色的这个位置，底部就是底部哦。不过事实也是摆在面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这一个2周的高斯通道，一般很少去破它的下轨，有破有可能也是在2周里面瞬间跌破收出下影线，像这种也是很重要的买点位置。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这个位置也是2周里面瞬间破就收下影线，然后又收在这一个高斯通道下轨的上方。所以我们事实是摆在面前，我们要思考一下，这一次熊市是有一点弱，它实体是历史上从来没见过2周的高斯通道实体会收在这个通道的下方。那现在是已经重新返回到这一个高斯通道下轨的上方，上方是还有一条中轨的一个压力，我们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历史上它过中轨的时候一般会有哪一些结构。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是这样子，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思考一下就整个大形态的结构，这边是压力非常的重，不管是 29K 还是 32K 整个区间压力是非常非常的重，而且它也是 32K 很接近这一个中轨的位置，所以有可能这个位置主力也是在蓄势，到时候有突破的位置，我们再去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可不可以开100倍的杠杆。那等下来跟大家讲，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中轨的位置，历史上高斯通道过这个中轨的时候它一般是怎么过的。比如说2019年当时底部处理完以后，这边过的时候其实接近中轨的位置它也是有一个停顿十字线，而且它是没有破过这一个高斯通道的下轨，直接在这个位置拐弯，这一波涨幅是非常大啊。然后这边涨上去以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过的时候有一个停顿，甚至再压回再撑这个高斯通道，如果没有疫情的黑天鹅，有可能不一定会再去测这种下轨的位置。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现在的一个形态的结构，我个人是感觉跟15年是非常的像，如果这边时间整理的更长，有可能代表着未来分流的行情有可能会类似这种15年的，比如说2020年或者2021年这一波级别跟2015年的对比，这个级别就输给2015年。所以我们现在要认真去思考一下，当时在2015年它破下轨以后上去的一个位置，过这个高斯通道中轨的时候它后面是怎么过的。第一根过也不是单根马上就过，后面是再压回，所以这个高斯通道中轨压力是非常的重，甚至后面这一根再过的时候，我们去观察一下它这里面的一个结构，就是这个圈出来的一个位置，其实也是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全部都是在箱体震荡或者是走一个上升三角的一个形态，所以现在的一个位置我的判断也是有可能这个位置中轨都还没过，上方又有一个压力区，可能时间会不会整理继续拉长一段时间，到今年的10月份或者是8月份有没有可能一个突破中轨，到时候那个位置要不要再开期货的多单。不过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哦，
分流的行情有可能不是在突破中轨的位置，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历史上比特币2周的这个高丝线通道，它过上轨的位置后面才有可能开启分流啊，甚至过上轨还会有一次压回上轨的这个位置，所以大行情一般都是过了这一个上轨才开启一波。这是2周的一个 K 线啊，2周的 K 线在这里面涨起来有多疯狂，它必须是价格要在这一个上轨的上方。这是2016年的6月份，当时这个位置突破，我们拉进来观察。这个突破的位置要追可以追在这个位置，不过也要留意它有可能会有再重新洗这个上轨的位置。所以有2个点，一个是突破的位置如果没追到，我们要去留意一下它还有没有压回这个上轨的位置，有可能也是100倍开多的点位，因为前面基本上洗盘洗到位。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结构，一个地基，2个地基上去，再洗了一个地基，直接在飙。所以19年或者2020年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疫情爆发以后它这边是不是已经感觉要过了这个上轨，甚至会再压回，过了这个上轨有没有再压回。所以这是一个追价的点位，如果这个位置追到，或者是我们留意一下它还有没有再洗到这个上轨的位置，那这种涨起来的话人都要飘了。所以今天也是在跟家人们计划一下，目前如果要开高倍杠杆的朋友先不要急啊，有可能目前还是在洗盘，甚至2周的这个高斯通道，它就算过了这个中轨，下一步如果过了这个中轨我们也不必急，有没有可能突破这个中轨，甚至过这个高点，如果能再洗一段时间，再突破的一个位置过这个上轨，再留意一下还有没有压回的一个上轨的位置，到时候我们再做这种点位看要不要开100倍的杠杆，有可能比特币涨到整波顶部的位置，到时候再做偏瘫的动作。这是整个长线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整个计划。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短线的形态哦。这个下影线收盘它只要能收在这个影线上方，说明这下方买出来的一个资金它是多方有实力的资金，才会让这个价格收在这个影线上方。那很明显观察一下，昨天已经是有一根 K 线，实体是继续往上深入，但是上影线这边留了一根上影线。昨天也有跟家人们讲过一个压力位，就是这个上影线的位置，连一条线过去是大约在这个位置啊，这一个低点跟这个实体的低点的位置，这2天也要去留意一下。它既然下方是有实力的资金买的，那主力他想马上进购吗？也不一定，他有可能收盘昨天是没收在这一个27.2K 上方，所以短线我们尽量观察，有可能还是在震荡，或者要操作的朋友，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目前日线比特币的布林线中轨还是向下的情况下，说明整个短线目前趋势还是不是很明朗。不过4个小时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布林线中轨现在是有一点趋势啊，有一点趋势，但是日线的布林线中轨是向下，或者是整个布林线它是走平的结构。我的观点是4个小时里面有看到它出上轨的位置就不要追，有可能中轨的位置是一个支撑的买点，或者是你要防一点，它有没有可能再去测这一个下轨也是很重要的一些支撑位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也是破下轨，那现在这边有一个整理区，这个下轨的位置也马上要来到这个区间，超短线的朋友也可以去留意一下，就是这个 26.6K 附近，就这个下影线的低点也是有一个支撑区。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丝绸线的结构啊，这一波自 31K 下来，有几次是穿了这一个丝绸线，然后又破了这个丝绸线，又穿又破。现在很明显观察一下，丝绸线现在还是在空方排列。那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如果它要扭转整个4个小时的或者是日线的大趋势之前，4个小时的丝绸线有可能会测这个60的 EMA。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已经测了一次。那前面的底部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在比特币17000到18000的整个底部的区间也是一样，丝绸线走空方排列，测1次、2次、3次，甚至再下去这一个低点守住，然后最终整个趋势扭转，一波行情就开启。所以目前位置也是一样，
这个低点现在是判断有可能就是一个支撑区，我们尽量留意一下它这边会不会测几次这个60的势头线，压回2次或者压回3次，到时候看整个日线有没有可能再扭转，这边会不会整理出一个区间哦。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